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台北来的蓝色 W142-2601的分油盘完修的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非常漂亮，非常干净，内外大哥都经过整理过了，外表经过喷砂，所以看起来很漂亮。那这个分油盘这部车子它是坐拖车来找张大哥了。那发动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分油盘它的出油量太少了，堵塞了哈。那在大哥记载上面应该是170ml1分钟全油门，结果它只出在140，
是带回到堵塞，每一缸都堵得很平均。那如果以这个出油量的话，这部车是应该是很难发动的。所以说他来找张大哥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发不动，所以必须做拖车。然后呢，电池也换新了，电池呢也发到没电，电池也报废了已经充不进去了大哥也换了一颗电池。那再来呢，它的这个喷油6支喷油嘴，有3支是必须要换新，有3支经过清洗就可以了。火星塞的部分，它用错了火星塞。火星塞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应该是 H7DC 没有电阻的，结果它是用到那个F8DC， 也就是说它的火星塞的螺牙的颈部那个地方它是平的，那跟我们这个气缸的造型是完全不同。我们 F7DC H7DC 是上面颈部螺牙颈部那地方是锥状的所以跟气缸要吻合大哥已经把它全部换掉了。再来这部车呢大哥有换了，就是怠速马达，怠速马达它动作不顺畅怠速马达大哥已经有换新。再来呢，它的这个2个橡皮角座应该有4个。飞扬盘里面有2个橡皮总共有4个橡皮角座大哥都已经换新了再来就是后面的汽油帮补那个地方旁边的蓄压器严重漏油，大哥已经换新了。我们看到残压已经归0了这个残压要保持30分钟。那蓄压器换掉了，那它的汽油帮补的力道还够，油箱的堵塞状况并不严重。等下我们会看到汽油的回流量，汽油从这里进，从这里出，它的回流量1分钟要流回油箱要2公升以上，它有在我标准大概在2.4左右。等下大哥发动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数据。那我们再来讲到它冷气的部分大哥检测它冷媒是够的，但是这压缩机不良了，所以夏天到了，这冷气必须要整修。这压缩机压力是不足的，这压缩机要换掉，再加上它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R12的冷媒，R12的冷媒的话，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已经没办法填充了，所以说到时候它这个冷气必须要压缩机也要换掉。那管路从 R12 转换成 R130， 管路全部重新清洗，这还要花一笔费用。那因为这部车是他们年轻的上一代留下来的年轻的下一代在这部车上留下了相当多的回忆，因为从小坐这部车长大的，这部车都是妈妈在开的那所以说其实外表跟内装都保持得非常漂亮而且它是车库的车子，都停在地下室车况保持非常好所以说他们第2代接手，我们希望说因为飞跃盘整修过之后，它理论上应该还可以再开20年因为车子很好开，我们就会喜欢开。那如果车况不好开，又怕会熄火，那这个当然我们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这部车大概已经大哥整修过之后呢，一定非常顺畅很好开也给他们上一代留下他们的回忆。那但是呢，现在还有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一个它的水帮浦水帮浦已经漏水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接头这个地方这也破损了，那水帮浦也在漏水。那这个因为这部车它的
有接到通知说他在这1-2天一定要去验车，否则牌照会被吊销。那因为这部车是台北市的牌照，就是6码的旧牌照，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希望留下来的车子是连车牌也是原来的车子，这才有纪念价值。那所以说，因为比如说水泵换水泵谱，还有它的引擎角也磨损了哈。在引擎发动的时候，震动的相当大。那避震器也该换了，避震器也不好了。变速箱还 OK 变速箱是 OK。那水泵补的部分还有冷气冷气一定要整理，因为夏天到了。那它这个冷媒没有缺，但就是压缩机不好。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既然要作为代步车，我们就希望整个车况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开车环境要很舒服，所以这个冷气很重要。冷气因为大哥就必须要先让这部车在这2天之内赶快去验车，完成验车之后再回来处理以上大哥所谈到的这些，包含水泵补、引擎桥、避震器还有冷气这个部分。我们到车上来，还有它这个这开关都坏掉了这开关也要换这等到时候验完车之后回来大哥已经有备料了。那再来就是这因为它这个椅子开关坏掉，所以大哥坐起来就很不舒服，很挺OK 好，再来这开关，然后它的这个排挡橡皮这虚位太大了，这个档位都不正确，有时候就没办法发动了这个到时候等车子验完车之后，我们再一并处理这部车是还有定速的260但很奇怪，它260的右前门竟然没有电动椅，它是手动椅它还有定速竟然是手动椅，蛮特别的。但是因为它内装很漂亮，因为这是他妈妈的车子，所以里面外面都很漂亮，都干干净净的。OK 好，我们来。它的仪表也太暗了，我们看，仪表太暗了，完全大概打开小灯也看不到亮，这个仪表应该要LED 的照明，然后仪表如果可能的话，仪表我们拆下来整修，请人家处理这样的话，这开车环境就非常好了。大哥来做个引擎发动。转速到了1600到了1600，但是呢，有时候呢，它转速又没有办法，有时候转速又是正常的。你看现在又在800转了，这个是因为电脑的关系这个电脑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检查因为时间的关系时间紧迫，我们必须要赶快去赶着验车。所以整这个地方，等车子回来我们再做进一步检查。你看现在怠速又很稳定了，又在800转刚刚在1600大哥来关掉冷气，关掉电门，再重新启动看看。因为现在也是800很奇怪这电脑的关系这电脑可能有问题。好，大哥来开冷气。它冷气压缩机有在转，但是冷媒不足，冷媒还够，但是就是不良你看大哥开冷气，这转速也是800，然后关掉冷气，几乎也是800，所以怠速马达运作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开小灯看看，太暗了对，如果能够改成 LED，那就很亮。那它这部车子，它的那个速度表刚在40公里以下会抖动，然后到40公里以上，就是正常。那这一点的话，是因为
那个速度表速度表可能就是说没有保养。那如果说仪表拆下来，如果请人家处理的时候，我们再针对请他做保养看能不能改善这个状况。其他部分都 OK 的。我们来看这个economy 这个真空表这个地方它现在是在极左端极左代表说它的真空度是非常够的，也就是说引擎运转是非常顺畅的也就燃烧非常完全OK 了。我们到车子外面来。我们这边看到有3个表，这个表3个表，最右边的是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6.1伏的标准5到6伏之间，中间呢是流量感知器的磨损，我们换新了之后的校正电压是0.8、0.9，然后最左边呢是差压阀的工作电流，那也是在工作当中。那我们最重要的来看看它油箱的状况。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油箱小数点2.4这代表它的油箱的回流量汽油从这里进，从这里出的流回油箱一分钟有2.4公升，那已经达到2公升的标准值，所以代表油箱是干净的，出油量 OK， 汽油帮浦运作力道也够。我们看到现在转速是890转，900转，这也很好。那就是今天这部车子理论上它应该还可以再开20年，那非常顺畅的，也很省油。油门呢一点车子就走了，因为它混合比正常。那我们要先经过验车之后再做后续的这样处理。因为年轻人，他们2个兄弟对这部车也很有爱心比如他们老爸老妈那一代留下来的遗产，他们也希望继承，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举动，非常好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我们希望这部车子能够跟年轻的下一代很快乐的再过下半辈子。他已经35岁了，再开20年就65岁，40年就变成是古董车了。我们祝这部车子身体健康一路顺风。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